没有搞错，老子只是加个班就穿越到了这鬼地方，还成了即将嗝屁的倒霉蛋！你们，这是人权空间，这难道就是我穿越而来的福利？这人权空间果然不简单。这又是什么鬼东西？水，好大的水！我早说这个逆子在装病，一盆冷水浇下去，这不就醒了？娘说的在理，二哥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就在屋里睡了3天，简直懒出花来了。养你还不如养头猪，猪都知道狗食，你倒好，装死偷懒3天，老天爷咋就不把你收了？既然没死，还不滚去田里干活？全当死的！干我干你妹！这就是原神那偏心的父母，一家3口人，却把所有脏活累活都推到原神的身上，这原神被活活累死。这个活脑筋，老子可不是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个逆子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娘！是吗？我刚大病初愈，你非但不心疼，还一言不合就要打骂，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我娘？你快给我放手！哎呦喂，没法活了！我的个老天爷呀，儿子动手打娘了！老王家怎么就出了个你这样的妻子啊？刚才并非幻觉，喝了那人泉之后，我不光爱生曲力，就连力气都凭空增加了许多。二哥，你不想干活就直说，再怎样也不能动手打娘啊！那我就打你。我下来了，何必一种反而变得这么可怕，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。这是咋回事？这个废物竟然没死！就算没死，家产也不可能有他的份。大家都快看看，没天理啊！老二在床上躺了3天，我好心过来给他擦擦身子，结果这个逆子竟然动手打他的亲娘！没错，他不仅打娘，还打我。老二，娘有跪乳之恩，丫亦有反哺之意。娘亲如此关心你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关心大哥，你读书是把眼睛都读瞎了，睁大眼看看这里面是什么。远曾听说过用冰水给病人浇头洗身的，他这分明是想要我的命！物品传送，这就是灵泉空间诸多神奇功能中的一个。如果我能完全掌握，不怕在这个世界站不稳脚跟。看在你们是原生家人的份上，我不愿与你们为敌。但如果你们得寸进尺，一切后果自负。吃死你个逆子！这玩意儿管够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你确定这是人能吃的东西？咋就不能吃了？早些年闹饥荒，观音国救了多少人的命？家里没有余粮，给你找口吃的就不错了。就这还是我好不容易挖来的，你爱吃不吃？我为家里当牛做马，你竟然连口像样的食物都不给。好，既然你觉得这东西能吃，我就吃给你看。呸！吃吧，最好噎死你个逆子！这傻老二咋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难不成是被鬼附身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二哥，我没说啥。这饼子哪儿来的？娘给的，厨房里还有一竹篮呢。二哥想吃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不用。
不想挨揍，接下来就按我说的做。行，二哥说啥我就做啥。这么喜欢偏心，行，我就让街坊邻居看清你老王家的嘴脸，看你们还怎么抬头做人。各位街坊邻居、老少爷们、大哥大姐们，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我王家老二命苦啊！站！二哥咋了？喊得再大声点，再有感情一点。敢偷懒，小心脑袋开花！二哥，我知道了。老少爷们都来看看吧，太欺负人了，我真没法活了。王家弄的哪一出啊？还能是啥？肯定是那偏心眼爹娘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！王老二这么踏实敢干的小伙子，都能被逼成这样。咦，老三，你二哥受委屈，你跟着哭啥？我这不是心疼我二哥吗？物品传送，这就是灵泉空间诸多神奇功能中的一个。如果我能完全掌握，不怕在这个世界站不稳脚跟。看在你们是原生家人的份上，我不愿与你们为难。但如果你们得寸进尺，一切后果自负。吃死你个逆子！这玩意儿管够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你确定这是人能吃的东西？咋就不能吃了？早些年闹饥荒，观音国救了多少人的命？家里没有余粮，给你找补吃的就不错了。就这还是我好不容易挖来的，你爱吃不吃？我为家里当牛做马，你竟然连口像样的食物都不给。好，既然你觉得这东西能吃，我就吃给你看。呸！吃吧，最好噎死你个逆子！这傻老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难不成是被鬼附身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二哥，我没说啥。这饼子哪儿来的？娘给的，厨房里还有一竹篮呢。二哥想吃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不用。不想挨揍，接下来就按我说的做。行，二哥说啥我就做啥。这么喜欢偏心，行，我就让街坊邻居看清你老王家的嘴脸，看你们还怎么抬头做人。各位街坊邻居、老少爷们、大哥大姐们，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我王家老二命苦啊！站！二哥咋了？喊得再大声点，再有感情一点。敢偷懒，小心脑袋开花！二哥，我知道了。老少爷们都来看看吧，太欺负人了，我真没法活了。王家弄的哪一出啊？还能是啥？肯定是那偏心眼爹娘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！王老二这么踏实敢干的小伙子，都能被逼成这样。咦，老三，你二哥受委屈，你跟着哭啥？我这不是心疼我二哥吗？傻老二突然变得这么怂，难不成还真能翻了天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没说啥。这饼子哪儿来的？娘给的，厨房里还有一竹篮呢，你想吃自己拿去。不用，不想挨揍，接下来就按我说的做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行，二哥说啥我就做啥。这么喜欢偏心，行，我就让街坊邻居看清你老王家的嘴脸，看你们还怎么抬头做人。各位街坊邻居、老少爷们、大哥大姐们，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我王家老二命苦啊！站！二哥咋了？喊得再大声点，再有感情一点。敢偷懒，小心脑袋开花！二哥，我知道了。老少爷们都来看看吧，太欺负人了，我真没法活了。王家弄的哪一出啊？还能是啥？肯定是那偏心眼爹娘。
实在是太过分了！王老二这么踏实敢干的小伙子，都能被逼成这样。咦，老三，你二哥受委屈，你跟着哭啥？我这不是心疼我二哥吗？吃食你给老二做了，做了，饿不死那个小畜生。我知道你瞧不上老二，可家里的活计还离不开他。等到秋天，家里的活计都忙完了，就让他滚蛋。老头子，我看这小畜子长了反骨，以后怕是不好摆弄。反骨？哼！到秋之后，那帮官爷就会过来收人头税，每家每户按人头都得交2两银子。他敢长反骨，老子就少掏一份税，让他去战场上当替死鬼。老头子，还得是你啊！爹，不好了！毛手毛脚，哪有读书人的样子？到底咋回事？老二当着街坊邻居的面，把咱家的事儿全都说出去了。若是被村正知晓，定会向衙门检举。按照大禹皇朝律定，家风不正者一律不能考取功名。我这书就白读了。混账！那个逆子若敢败坏咱家名声，老子就跟他拼了！今天之所以叨扰各位亲邻，是想让大家为我主持个公道。主持公道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能因为啥？当爹娘的偏心眼子呗。估计是把王川给逼急了。王二哥，大家都清楚你的为人，有啥委屈尽管说，尽管说。你老王家不知好歹，就让你整整被人戳脊梁骨的死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存留领军。你敢在这里信口雌黄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老东西，仗着孝廉烈就以为我不敢反抗？老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这个逆子，敢跟你爹对着干？爹，我也不想啊，可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啊！我可没动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老三自己不小心撞上去，你说对吧，老三？大家都看看啊，这个逆子连自己亲爹都打，按照律法就该抓进去坐牢。少在这丢人现眼，赶紧跟我回家！这是我们的家事，旁人没资格过问，都给我让开！住手！本村村正在此，我看你们谁敢赖来！刘老哥，一点家事您犯不着出面，看在这些年的交情上，就让我把这逆子带回去。哼，我们自家人若是在家中吵闹，老夫自然无权过问。但今日众多村民都在场，若让你们把人带回去，这村正岂不是白当了？王川，你心中有何不满，都可以说出来，老夫自会为你做主。多谢村正，既然如此，小子便知无不言了。今日，王家次子王川向在场诸位控诉父母偏心不公，请诸位替我主持公道。今日，王家次子王川向诸位控诉父母偏心不公，请诸位主持公道。混账！爹娘对你可是有着养育之恩，却如此抹黑家族名分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哼，王江，你也配说我？从小到大，家里至少90%的农活都落在我身上，而你呢，整日埋头读书，连考了10年，连个秀才都当不上。一把年纪，碌碌无为，只知道趴在父母身上吸血。乌鸦上知凡，羔羊且懂贵恩。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老二，你也是老王家的男丁，多干点活怎么了？你大哥虽然没能考取功名，但努力克口，不分昼夜，那就比你劳累多了。大嫂说的对，就算是一家人，也难免有水端不平的时候。若都像老二一样折腾的天翻地覆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依我看，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我是白眼，前几就因为你们两家想吃肉，爹娘就逼着我去山里打猎，还说如果我打不回来，就让我饿死在外面。
结果我跌落悬崖，险些身死，昏迷了整整3天3夜。可你们呢？别说照料，就连碗茶水都没送过，就让大家评理，谁才是白眼狼？这一家子心太黑了，现在这年岁，就算是猎人上山，都不一定能打到猎物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天底下哪有这样偏心的爹娘？可怜王川踏实能干，偏偏生在这样一个倒霉人家。老夫早就听说你们偏心不公，却没想到恶劣到如此程度。老夫会将此事上报官府，记下你王家家风不正，你们可服气？如果真被上报官府，王江这辈子都别想再考上功名。村长，王川他就是在胡说八道。不信您看他手里的那个瓷碗，里面装着的是我娘精心给他准备的吃食，就是想让他疗养下身子。若爹娘真待他刻薄，又怎会如此用心？确有此事。王川，既然你嫂子说了这话，你便让大家瞧个清楚吧。我本想给你们留点脸面，既然你们主动要求，我便让大家瞧瞧，这碗里究竟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你给老二弄的吃食。我这辈子彻底完了。这不是观音土吗？建皇之年才能用来保尸的东西，竟然给大病初愈的人吃，这玩意儿可是会吃死人的。呸！把王家除了王老二，没一个好东西，个败家娘们儿！一碗野菜汤能用几粒粮食？这下好了，全村都知道咱们是给人家吃土的狼心狗肺。那咋了？家里没有余粮，我还能给他变出来吃食不成？没有余粮？那老三手里的是什么东西？别看我，我啥都不知道。够了！王川，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，对父母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提出来，只要不太过分，老夫会帮你做主。这个时代以孝廉为律法，若子女忤逆父母，就会被押送进官府。我不求其他，只想村镇帮我作证。从今日起，我王川脱离王家，跟他们再无任何瓜葛。王川，你如今尚未成家，若是单独分出去，怕是分不到什么家产，不如再等几年。多谢村正提醒，但我已经想好，不要分毫家产，只求一人过活，再也不受这些窝囊气。爹，你听到了吗？这个傻子什么都不要，自己滚蛋了，算他识相。闹出这种事儿，家里哪还能容得下他？既然你想清楚了，老夫便不多说了。你若答应王川的条件，老夫可以不上报官府，给你长子王江留下靠功名的机会。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小畜生，离了咱家，我看你能活多久？等到入秋掏不出人头税，你可别回来求我们。如今我已经跟那帮吸血鬼划清界限，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。不愧是灵泉空间，就连泥土都如此神异。不知道外界的种子在这里能长成什么模样。好香！这里的灵土果然神奇，我撒下的是枸杞种子，长出来的果子都快赶上苹果了。好吃。等等，身体怎么变得这么热？我的个乖乖，这药效也太猛了！哈哈哈！有了这些果子，发家致富岂不比喝水都简单？老二走了，日子还得照常过。我叫你们两家过来，就是想把农活分一分。老三，你大哥读书要紧，你就多干一些，地里的活就都交给你吧。爹娘，地里的活最苦最累，凭啥都给我？就算大哥忙着读书，也不能啥都不干吧？就是，考了那么多年都没考上，
浪费了多少钱，还不如回家安心种田呢。三弟妹，你这话是啥意思？将来我若考取功名，你们可别想沾光。三媳妇，有能耐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谁怕谁啊？还沾光？我们两口子怕是这辈子都看不到那天。我不把你的嘴撕了！哎呦，都是自家人，别打了，一会儿好好说啊。够了，都他娘别打了！地里的活你们两家一起干，这样总行了吧？爹，可我的秋考……放心，耽误不了。王川现在一无所有，拿什么过活？用不了几天，他就得滚回来求饶。到时候这些活全都给他干。孩子，当然是。凡是有收进灵泉空间的洞，都会通行而息。认好为主。今天就先跟你收点利息。好香！这里的灵土果然神奇，我撒下的是枸杞种子，长出来的果子都快赶上苹果了。好吃。等等，身体怎么变得这么热？我的个乖乖，这药效也太猛了！哈哈哈哈！有了这些果子，发家致富岂不比喝水都简单？老二走了，日子还得照常过。我叫你们两家过来，就是想把农活分一分。老三，你大哥读书要紧，你就多干一些，地里的活就都交给你吧。爹娘，地里的活最苦最累，凭啥都给我？就算大哥忙着读书，也不能啥都不干吧？就是，考了那么多年都没考上，浪费了多少钱，还不如回家安心种田呢。三弟妹，你这话是啥意思？将来我若考取功名，你们可别想沾光。三媳妇，有能耐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谁怕谁啊？还沾光？我们两口子怕是这辈子都看不到那天。我不把你的嘴撕了！哎呦，都是自家人，别打了，一会儿好好说啊。够了，都他娘别打了！地里的活你们两家一起干，这样总行了吧？爹，可我的秋考……放心，耽误不了。王川现在一无所有，拿什么过活？用不了几天，他就得滚回来求饶。到时候这些活全都给他干。孩子，当然是。凡是有收进灵泉空间的洞，都会通行而息。认好为主。今天就先跟你收点利息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不用干活的日子真舒服。川哥，你醒了啊？我家也没啥好的吃，这是刚出锅的野菜汤，我娘给你加了鸡蛋，你快趁热喝了吧。生养我的父母从不把我当人看，一个毫无干系的外人，却愿意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给我。二狗，我住的草屋都是你的，这鸡蛋还是留给你娘养身子吧。这是啥话？川哥，当年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掉进河里淹死了，几颗鸡蛋算个啥？而且大夫都说了，我娘疾病多年，元气大伤，除非能找到100年以上的老山参，否则最多只能活半年。100年以上的老山参，我好像在灵泉空间里种了些药材，不知道顶不顶用。我前些日子刚好在山里采了一味药材，年头似乎不短，兴许能治你娘的病。川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也不确定啊，是这总没错。你先在这等着，我去把那药材拿回来。枸杞也具有补充元气的功效，应该跟人参差不多。就是这个果子，你先拿去熬药，我陪婶子说说话。我现在就去。
你来了。婶子，您身子弱，躺着别乱动。小川，我听说你跟王家分家了。日子没法过了，自然就分了。分了也好，那一家子都是吸血鬼，早晚会把你欺负死。当年你救了二狗一命，在我眼里你就跟自家孩子一样，只恨我这身子不争气，不能帮你们什么忙，还成了拖累。娘，药来了。二狗，今天这药咋闻起来跟以前不太一样，透着一股清香味儿。娘，您就快喝吧，川哥给您找了一味大补药，被我加在了里面，说不定就能把您的病给治好呢。婶子，这药材我也不敢说一定有用，您若是不放心。小川，你费心了，无论有没有用，婶子都不会怪你。娘，你这是咋了？我感觉我现在像是泡着热水澡一样舒服，比以前轻松多了。小川，你的这个药真神了。川哥，你给的药太厉害了，我娘都能下床走路了。有用就好，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跟我说。婶子，万万不可！小川，你对我家2次救命大恩，可怜老身无力报答，以后二狗就算当牛做马，也要偿还你的这份恩情。二狗，记住娘说的话没有？娘，您放心，以后我的这条命就是川哥的，无论上刀山还是下油锅，只要川哥开口，我绝不会有半点犹豫。少说这些没用的，快去收拾东西，陪我出趟门。川哥，咱们出门干啥？去城里搞钱。二狗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咱们这次进城是要办正事，你扛这么多东西干啥？川哥，这些都是我攒下来的干菜跟药材，我娘让我拿去换些粗布，给咱俩做身新衣服。古代贫农的生活真是太苦了，一定要让二狗跟婶子过上好日子。我那个老天爷呀！村正大哥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川哥，你家好像出事了。那可不是我家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跟我无关。对，看我这记性，川哥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。王川，你给我站住！王川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一定是你把家里的东西都偷走了！你少血口喷人！你家丢了东西，凭啥往我身上赖？除了你还能是谁？你刚分出去，家里就遭了贼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再说，除了你，谁会那么了解咱家的东西都藏在哪儿了？老二，我知道你记恨爸妈，但偷盗可是重罪。你现在把东西还回来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早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嘴上说着家产一分不要，结果自己回来偷，报官，把他送进衙门，不信听不着。都给我住口！王川，老夫并非不相信你的人品，只是此事十分蹊跷，你可有不在场证明？村正，我敢以性命担保，川哥昨天一直在我家中歇息，不能去王家偷盗。既然二狗愿意担保，就说明这件事与王川无关，尔等不许继续纠缠。村长老哥，这李二狗说不准就是王川的同谋，要求把他们2人押进官府审讯，只要严刑拷打，不怕他们不认。少跟他们废话，现在就报官，关进去再说。没错，按照大禹皇朝律令，凡是偷盗大案，就算没有确凿线索，也能将第一嫌疑人送去官府审讯，此举合规合法，容不得王川抵赖。川哥，王家这帮混蛋分明是想借机坑死咱们，如果进了官府，就算没罪也得脱层皮。想坑我，他们也配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偷盗家中财物，那我倒要问问你们，家中都丢失了什么东西？丢了10件大米、4尊大瓷缸，还有许多衣物，还有我的笔墨纸砚、各色书籍，也全都被搬空了。我也丢了一些细软。很好，那我倒要问问你们，之前张氏口口声声说家中无粮，那10道粮食从何而来？还有那4尊瓷缸，体积硕大，重量至少数百斤。如果我真是偷盗贼人，又是怎么把这些瓷缸搬走的？哼，别以为说这些没用的废话就能撇清干系，只要东西找不回来，咱们就去衙门对簿公堂。对付公堂，好啊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村正，
王家众人刁蛮耍横，不辨是非。小民王川向您状告王家众人污蔑之罪，还请您即刻上报衙门。这个逆子，他竟敢反告咱们！村正老哥，你快看看他呀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？王川所言极是，你们既然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偷盗财物，那就属于诬告，而且在场的所有人都能证明是你们恶意纠缠王川。若真闹进了衙门，多半也是你们全家先挨板子。老头子，村长说的是真是假呀？你问我他娘哪懂法？老大，你快说说。爹，村正所言非虚。如果咱们真被定下诬告之罪，最轻也得被打20大板。20大板，不死也得半残啊！咱家丢了东西，还得被打板子，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要么咱们现在就拿出确凿证据，证明王川是偷盗之人；要么就只能息事宁人，咽了这口哑巴亏。老夫最后问一遍，你们确定此案跟王川有关？没，这件事儿跟王川没关系。村正老哥，我们刚刚就是跟王川开个玩笑，千万别当真啊！哼，再有下次，休怪老夫跟你们不客气。呸！亏心事做多了，丢东西也活该。依我看，他们没准是自己把东西藏起来了，故意诬陷王川。这家子心都黑透了，黑不是东西。你们以后如果再敢欺负我川哥，小心老子跟你们拼命！走吧，犯不着跟这些小人一般见识，咱们还有正事。老头子，咱家丢的东西就这么算了？那还能咋办？再继续闹下去，咱们全家都得倒霉。幸好我把家里的银子都藏了起来，这才没让贼人偷去。老大，你带着你妈去城里置办一些物件回来，咱家非得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，不能让旁人看笑话。小川，你跟二狗这是要去县城？牛大爷，我身上只有这些，不够的话，等我从县城换钱回来，再把车费给您补上。你这娃子，平日里没少帮我割草喂牛，这钱不能收。行，那就谢过牛大爷了。这次去县城一定要找到乔恩女，我可不想交不起人头税，被抓去当壮丁。还有没有去县城的啦？没有的话，我可就发车了。等等，俺们也去。在哪儿都能碰上这两个天杀的，真是晦气。你们两个起开，这好位子是我娘俩的，听见没有？你们两个懂不懂尊老爱幼？让我这个老人家做外延，要气死我吗？先来后到，我们凭啥让位置？娘，不要跟这些粗人一般见识，离县城没多远，咱们就先凑合下吧。你们两个，一人5铜板，先交钱，再上车。5铜板，老牛头，你这也太黑心了。他们呢？他们凭啥不掏车费？王川他俩免费，牛车是我的，对你王家就是这个价，爱做不做。欺人太甚！不做就不做，就算走着去县城，咱娘俩也不受这窝囊气。好家伙，这么热闹，跟古装电视剧里一模一样。川哥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我问你，这县城哪里姑娘最多？肯定是花满楼啊！有钱的老爷都去那儿找乐子。听说那地方喘口气儿都得花钱。川哥，你打听这些干啥？别问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带路。大爷，快进来玩呀！哥哥，只要进了花满楼，保证让你乐不思蜀呢。这地方窝都打好了，想不赚钱都难。川哥，我这辈子能娶上这样的媳妇儿就好了。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跟哥混，保你将来娶的婆娘比这强1000倍。快把东西拿出来。川哥，你之前还学过医。
那你别管，把袋子备好，等着装钱。我这老胳膊老腿都快走断了。娘，我先带你去茶馆歇歇脚吧。去茶馆干啥？有钱没地方花，随便找个小河喝几口不就得了？老大，你快看，那是不是王川跟李二狗？娘，真是他们！我去问问，他们来这里干啥？先别过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名堂。走过路过都来看一看，祖荣神医出手，买不到吃亏，买不到上当哟！男性神药，只需一剂，让你征服心爱的那个他。你又说的这么神，好家伙，这路子真是够紧，卖药都卖到花满楼来了。你们这药要是没用咋办？这位老爷放心，我们兄弟如果没点真本事，能在这里摆摊吗？再说了，后面就是花满楼，大家伙随时都可以去检查药效，如果没用，假一赔十。多少钱一份？10枚铜钱1剂神药，多买多送。给我来一份。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们这药没用，老子就把你们的摊子砸了。老爷放心，如果没效果，你把我哥俩拆了都行。这里面有枸杞果研磨成的药粉，剂量虽然不多，效果我靠，这药这么猛吗？床都被凿穿了吧？我家婆娘都嫌弃我好几年了，我也买一包试试。来一个，都赔2片钱，老子先来一个。大家不用抢，都有份儿。川，娘，老儿真学过医。学个屁！他就是招摇撞骗，在这坑人。走，咱俩现在就去揭穿他。这天杀的敢卖假药骗人，就等着坐牢吧。走。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，昌哥，咱们赚麻了。这才哪到哪儿，大鱼还没钓到呢。钓鱼？花满楼附近也没钓鱼的地方啊。没文化真可怕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大家都等一下！千万别信他！骗子！老婶子，你这话是啥意思啊？这小子压根儿不是什么神医，他就是我村里的一个无业游民，卖的这些药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，保不准还有毒呢。老二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你怎么能做这种谋财害命的事儿？张老婆子，王江，你们有完没完？川哥都已经跟你们断绝关系了，还要过来找事儿？我找事儿？我只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伙被骗，不像你们，拿着不知从哪儿搞来的毒药赚黑心钱。难道这药真有问题？这药3分毒，谁也说不准啊。川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难道就这么任凭他们污蔑吗？事实胜于雄辩，公理自在人心。刚才不是有很多客户吃完药进了花满楼吗？等他们安然无恙的走出来，不就能说明一切了？这小哥说的在理，说的对，这药如果真有毒，那些人吃了肯定会有反应的。他们就在那儿。瞧，寻仇的人这不就来了？王川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死！这人好像是钱府的李管家，这小子如果卖的真是假药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看这阵仗，一顿毒打估计是跑不了了。李老爷，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得罪您这样的大人物，如果不严加惩戒，您的面子往哪儿搁啊？
先毒打一顿，再押去见官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川哥，待会儿若是真打起来，你就抓紧跑路。我皮糙肉厚，他们奈何不了完我。放心，他们不敢动我。川哥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就别装了吧。李老爷，你都听到了吧？这小子骗了人，还敢这么嚣张！谁让你挡路的，给我滚开！老爷说的是，我这就滚。小神医受惊了，我家老爷得知您的神药效果惊人，命我带人过来，请您去府中一聚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李管家不是过来找麻烦的，而是专程请神医进府做客。钱老爷那可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富豪，如果能得到他的赏识，这辈子就飞黄腾达了。川哥，你真神了！你早就知道李管家过来要干啥。小神医，老爷已在府中恭候多时，要不咱们现在就动手？想让我去，倒也不是不行。不过嘛，有些人说我是江湖骗子，导致我现在心情很不爽。是谁？谁敢污蔑小神医？李老爷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们也是好心啊。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愣着干啥？还不去帮他们搜搜禁蛊？小神医，您的心情可好些啊？走吧，我要让老爷等久。如此甚好，小神医，这边请。等等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，我们知错了，快让他们别打了，我可是你的亲娘啊！现在才想起来是我亲娘，晚了。给我好好招待他们。得嘞。川哥，咱们该不会是进了天庭吧？这也太豪横了！大鱼果然上钩了。哈哈哈，想必这位就是小神医了吧？久仰大名，快请坐。钱家主客气了。跟这种人接触，务必处处小心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吃的渣都不剩。他不主动开口，也别想让我先更生。神医，老夫这里有桩生意想跟你谈谈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？小神医，老夫对你的神药确实很感兴趣，只不过嘛，这道听途说，总归不如亲身试用。老夫想试探问一句，你能不能先给我开一副药效更猛的神药，让老夫体验体验？若是真如传闻那般神奇，价钱随便你开。既然钱家主信不过我，那便没什么好谈的了。二狗，我们走。川哥，这可是钱府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，咱们就这么不要了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跟这种手鼠两断的人合作，以后一定少不了麻烦，不如趁早抽身。哎呦，小神医留步！小神医误会了，老夫绝不是信不过您，老夫只是……李管家，老夫接下来与小神医有极其重要的机密要事相商，你先回避一下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会客厅半步。是，老爷，小的这就退下。不瞒小神医，老夫为了这硕大家业，努力耕耘多年，可至今膝下尚无半个子嗣。原本老夫以为是夫人的问题，后来寻访了天下诸多名医，最终确诊，竟是老夫自己先天阳虚。名医们都断言这是不治之症。老夫本已万念俱灰，直到今日听闻小神医的仙丹妙药，这才重新燃起希望。这延续香火的最后希望，全都在小神医身上了。请小神医一定要帮帮老夫啊！也罢，医者父母心，这药倒也不是不能给你开，只不过什么？要多少钱？小神医尽管开口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若给你开这猛药，服用之后，那火力便犹如大河奔腾，一发不可收拾。钱家主，就算您没问题，恐怕您夫人……小神医放心，若是真有这般奇效，
老夫求之不得。不瞒您说，我的夫人们早就恭候多时了。夫人们，夫人们都出来给小神医问个好。妾身见过小神医。1、2、3、9房夫人，我的个乖乖！我尼玛，有钱人的快乐果然让人想象不到。小神医，恳请您出手，帮老夫调配一味特制神药，其他方面不用你担心。无论缺什么镇泻药材，您尽管开口，我立刻让家丁去全城搜罗买，绝不耽误您的时间。钱家主不必这么麻烦，出门在外，我自然要做多手准备。刚好我这儿有一包特制神药，就当做送给钱家主的见面礼。小神医，这就是您说的特制神药？正是，哪来的什么特制神药？不过就是加了10倍分量的枸杞果罢了。只要剂量够大，别说是普通人，就算是太监来了，一定也得给我发春。夫人，快过来！快，赶紧拿去后厨，把这药给老爷我熬了，一刻都不能耽搁。小神医，为何老夫毫无感觉？是不是这熬药的火候哪里出了问题？川哥，这可是钱府的地盘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掉链子啊！要是药没用，咱们俩怕是要挨顿毒打。钱家主不用担心，您的体质过于虚弱，亏空太大，这药效自然要稍晚一些才能彻底化开，安心等待即可。原来如此，那老夫就再等。来感觉了，好猛的药力！夫人，快扶我进屋！川哥，他们这都进去了，咱们接下来干啥？把耳朵捂好。啊？捂耳朵干啥？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少儿不宜。痛快！原来这才是男人的快乐！哈哈哈哈哈！老爷，您今儿个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可把妾身们折腾散架了。小神医，你这药简直是仙丹啊！有了小神医这神药，用不了多久，我老钱定能子嗣满堂。钱家主满意就好。先前在会客大厅，您所说的生意又是？此事不急，你们几个立刻吩咐下人去准备3牲6畜，摆上香案。老夫今日要跟小神医拜为手足兄弟。不知小神医可否愿意？钱家主如此盛情，小弟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我的老天爷啊！城里数1数2的大富豪钱家主，竟然要跟川哥拜把子当兄弟，这靠山可大破天了啊！以后在这县城里，咱们岂不是能横着走？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今日我钱万三与王川结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天地为鉴，日月为证，从今往后，荣辱与共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川兄弟，老哥我在这城中还算略有人脉，就算是县令老爷也能给我几分薄面。日后你若是遇到什么不长眼的惹麻烦，就尽管把这块令牌掏出来，在这地界上多半都能摆平。本以为这钱家主是个城府深沉的阴险商人，定会为了药方不择手段，想不到竟也是一位豪爽之人，这大腿抱得不亏。多谢老哥。小川，不瞒你说，老哥我原本打算是想用些见不得光的手段，将你这药方强行买断。但如今咱们既然成了手足兄弟，那就不说两家话。往后你只管制药，剩下的销售与渠道全都交给老哥我，不出半年，老哥保证这神药将铺满城内所有的药铺，赚来的钱你8我2。
糊满全城，那每年得赚多少钱啊？50万两白银。错，每年至少500万。小神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只要你将那神药独家交予我钱家售卖，这城内上百家药铺全力推行，一年少说能赚500万。到时候老哥我只取2成，老弟你拿8成，如何？500万，那岂不是能堆满好几间屋子？钱大哥这个提议不错，不过对于这收益分配，我却有些不同的看法。怎么，兄弟拿了8成还嫌少？对于经商一道，我虽然不如钱大哥精通，但也略知一二。这城内药铺100余家，上下人情需要打点，人力物力更需统筹管理，这些可都是不小的开支。钱大哥在前面冲锋陷阵，做了这么多苦活累活，区区2成收益，可远远不够。哦，那依兄弟的意思，所有收益你4，我6。若是大哥不愿，这生意不做也罢，莫要因此伤了咱们兄弟的和气。好，小川，你这经商的头脑可不比我这个老江湖差多少啊！不如这样，老哥我在城东送你一套3进3出的大宅子，再给你配上几个乖巧懂事美娇娘，以后你就留在城内，帮我一起打理生意，如何？多谢老哥美意，只是小弟天生粗鄙，不喜城内的繁华热闹。再者，配置这神药的部分关键药材，唯有在偏僻深山中方能采到。我若是长留城中，这药可就断供了。既然如此，老哥也就不强留你了。日后若有任何需要，尽管开口。老哥留步，临别之际，小弟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兄弟，但说无妨。小弟我习惯了闲云赫赫，不喜高调惹人瞩目。今日在这府内谈妥的合作之事，还望老哥能替我保密，莫要对外张扬。兄弟放心，这事儿包在老哥身上，绝不会让外人知晓半分，更不会给你招惹半点麻烦。那就多谢老哥了，告辞。家主有何吩咐？我看我这位新结交的兄弟身上藏着的心事可是不少，你给我去打听清楚，究竟是什么人敢找他的麻烦。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拎着这么大的包裹回来，你们俩这趟进城收获不少啊！还成，卖药材的时候遇到几位阔太太，给了些赏钱。牛大爷，这是给您的。哎呦，上等的白棉布，这可是过年才能看到的稀罕物。不行不行，太贵重了，大爷不能。让您拿就拿着，跟我们客气啥？他那心眼子就是好，把你这样的好儿赶出家，你爹娘早晚有后悔的那一天。川哥，我想了一路，还是想不明白，咱明明能拿到8成的银子，为啥你还要主动让回去2成啊？那可是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啊！钱老板认咱们这个兄弟，那是出于情分，但情分这东西早晚有用完的那一天，那也不该白白送钱啊！要想这生意做得长远，就必须让出足够的利益。吃独食的人死得最快，只有把他跟咱们彻底绑在一条利益船上，这生意才算稳当。听不太懂，但川哥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咦，奇怪，今天村口咋站着这么多人？川哥，那帮白眼狼怎么又在闹事？狗改不了吃屎，看看他们又想耍什么花招。村长，快看，那2个黑心骗子回来了！张老太婆，你说谁是黑心骗子？骂的就是你俩！别以为你们在城里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没人知道。我跟王江亲眼所见，你们难道还想抵赖？真没想到啊！王川平时看着挺踏实的一个人，竟然能干出这种坑蒙拐骗的事儿。王川刚分了家，啥都没捞着，这马上就到收人头税的时候了，被逼急了，为了钱啥事儿干不成。王川自己犯浑就算了，怎么把李二狗这老实孩子也给带坏了？大伙儿都听听，咱们村世世代代全都老实本分，出了这种人渣骗子，咱们村的名声可不就全毁了吗？我老王家
怎么就出了个你这样的孽种？真是丢人现眼！王川，你要是活不起，就跟爹娘跪下认个错，咱王家还能给你留口饭吃，少在外面祸害别人。就是，你丢得起这个人，王家可丢不起。我们没骗人，谁要是再敢骂川哥，我就跟他拼命！二狗，住手！川哥，他们都这么污蔑咱们了，咱们行得正，坐得直，若是跟这种人动手，有理也变成没理了。刘老，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，事情并非他们所说的那样。老夫看着你从小长大，你什么脾气秉性，老夫都很清楚。但今天这事关乎整个村子的声誉，你跟大家交个实底，这次去城里到底干了什么事？既然刘老问了，我便实话实说。我这次跟二狗去城里卖了些药，赚的钱全都在这里。二狗，把袋子打开。川哥，可是让你做就做。行。袋子打开。川哥，可是让你做就做。行。我的亲娘嘞，怎么这么多钱？这得卖了多少药材啊！老头子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钱。咱们全村人干10年也赚不到这么多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些钱全都是老二赚的，他去哪儿弄的这么多钱？什么叫他赚的？老娘怀胎10月生他养他，没我能有他吗？他赚的钱，一个子儿都不许少，全都该归家里。老公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么多钱可不能全给老二独吞了。怎么说你也是他亲大哥。哼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他一个泥腿能赚这么多钱，指不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这些都是脏钱，我可不要。看你真是猪犊傻了，装什么清高？咱们在城里白挨一顿打，还不能找他要点医药费补偿补偿？再说了，你要是把这些钱弄过来，省着点用，还能给你当秋考的盘缠。难不成你想下半辈子都在村里种地？还能给你当秋考的盘缠？难不成你想下半辈子都在村里种地？这，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我想想办法。老公，你说二哥这回发了大财，看在亲兄弟份上，会不会分咱们点儿？老公，你少跟着瞎惦记。老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这钱谁要是敢抢，就等着倒霉吧。我还想多活几年。都给我肃静，成何体统？小川，咱们村历来靠山吃山，山里长了什么药材，大家心里都门清。就算运气好，把这一整年的药材全卖，也绝对换不来这么多钱。你跟老夫说实话，这些钱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莫不是走了什么歪路？村正明鉴，如果只卖普通的药材，当然不值钱。可如果将药材调配成能治病救人的药方，那价格至少能翻上几10倍。我卖的可不是单纯的药材，而是我脑子里的东西。小川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还懂得配药治病？村正，你少听他放屁！他一个没读过书的泥腿子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怎么可能懂得配药？就是，如果连你都懂得配药，咱们村里的人岂不都成神医了？真是笑掉大牙！是啊，这当大夫哪有这么简单？那可是要悬壶济世的真本事。正所谓劝人学医，天打雷劈，多少读书人都学不会的东西，更别说王川这个种地的人了。撒谎都不会撒，小川这孩子咋分了家就学坏呢？小川，你如果再不说实话，老夫今日也保不住你。谁说我没读过书？我早就知道王家这帮人靠不住，平日里只是把我当牲口一样使唤，所以我每天干完农活，夜里都在用功苦读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我呸！你还苦读？你要是认识字，母猪都能上树。不信，那我便现场写首打油诗，证明给你们看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诗，好字，不仅字字珠金，令人动容，就连这字体都如此工整有力，隐隐有大家风范。小川，看得出来，你这些年确实下了不少苦功啊。就算是9年义务教育的小学生，所掌握的知识都能超过90%的古代人，更何况穿越前，小爷可是正儿八经的本科生，借鉴一首古诗还不简简单单。大哥，你读了这么多年书，咋连二哥随手写的一首打油诗都不如？你这书是不是白读了？老二，就算你会识字又怎样？这配药的药方又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对于医者而言，药方等同于身家性命，历来都是一脉单传，凭什么让你这个外人学去？没错，
王川，你今天要是说不清楚，就证明这药方就是你偷出来的，偷盗药方同样也是重罪，必须送去见官。老头子，还得是你。今天这逆子无论认不认，都是其中一条。川哥，我都听出来了，他们这是在给你下套啊！怎么说？你想啊，如果你承认这是学来的药方，就得证明师承是谁，让人家过来作证。如果不承认，咱们就成了江湖骗子，这是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。二狗，你的脑子可真聪明了不少。也不知道咋的，跟川哥待久了，脑子似乎真变聪明了一些。放心，这点小场面我还应付得过来。小川，既然如此，你便说说你的师承。方圆几座村庄里的老医生，老夫都打过交道，只要你能说出个名字，老夫便把他们请过来为你作证，绝不让人冤枉了你。回禀村正，这药方跟其他医生毫无关系。川哥，咱这不是把自己给卖了吗？大家都听见了吧？药方既然没有师承，来路不清，就足以证明他不是江湖骗子。大哥，钱，快把钱要过来。村正大人，既然这些铜钱是骗来的赃款，就应该妥善处置。我提议，其中一部分作为我跟我娘的医药费补偿，剩下的全部上交衙门，作为他们二人的定罪铁证。川哥，这王家人太不要脸了，分明是冲着咱们的钱来的。什么医药费，你们就是想中饱私囊。小川，既然你当众承认，老夫也没法护着你。大家还愣着干嘛？没有师承的药方也敢拿出去贩卖，这不是骗子是什么？还不把这两个罪人押去官府？说不定县令老爷一高兴，还能给咱们些赏钱呢。到时候见者有份。老太婆说的对，抓住他们去领赏。王川，乖乖束手就擒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谁敢动我川哥，老子跟他拼了！等等，谁告诉你们这药方没有师承了？你们最好掂量掂量，如果证据不足，最后被我翻案，你们全都会被定为寻衅滋事之罪。按照大禹律法，少说也要挨上50大板，流放千里。老二，念及兄弟情分上，我劝你束手就擒。村里的百姓都在场，就凭你跟李二狗，还想翻天不成？村正，您看看啊，您快看看，如今证据确凿，王川还拒不认罪，这简直太嚣张了！必须把他抓进官府大牢。行了，如果王川真犯了法，老夫自然会秉公办事，用不着你们在这里拱火。小川，你之前已经承认这药方跟其他大夫无关，你一个农家汉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药方？若不把这药方的来历说清楚，老夫也保不住你。回禀村正，这药方来路确实有些蹊跷。前几日我被王家人逼着上山打猎，不小心摔下山谷，身受重伤。昏迷之时，我却梦到了一位白发老者，他自称山神，见我命苦，心生怜悯，便在梦中传给我一剂神妙药方。我醒来后，原本也以为这只是一场梦，但后来出于好奇，便按照药方给自己服了一剂。没想到药效出众，我身上的重伤竟奇迹般痊愈了，这才有把握去城里卖药致富。山神老爷若是知道我因为他赐予的药方被当成骗子，他老人家定会心生不满，降下神罚。这后果在场的谁来承担？我的天爷，当真是山神老爷显灵了！难怪那药效这么神。如果王川说的是真的，那这药方肯定是仙药啊！难怪能赚这么多钱。是啊，
王川之前伤得那么重，咱们都以为他活不成了，原来是用了山神老爷的药方，这才好得这么快。古代封建迷信，人人都相信神灵存在，老子就拿山神当主见。有能耐你们就把山神交出来作证啊！王川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山神老爷高高在上，凭什么对你这么好？王川，你太卑鄙了！竟然用山神老爷的名头在这里蛊惑人心，你这是大不敬！你们如果不信，就自己上山去问山神老爷啊！只要他老人家说没这回事儿，我立刻认罪。放屁！深山老林，我们连山神老爷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你让我们怎么问？哼，那就跟我没关系了。小川，老夫本以为你只是有些小聪明，没想到竟有如此心计。这药方既然是山神老爷赐给王川的，那便没有偷盗行骗一说。老夫宣布，王川跟李二狗无罪，大家都散了吧。等一下，咱们大家伙世世代代都在这供奉山神老爷，凭什么这福源就归他王川一人？照我说，这铜钱就该人人有份。张老婆子说的没错，山神老爷是咱整个村子的供奉，好处不能全让他王川一个人拿了。快抢啊！这钱谁抢到就是谁的。我的，都是我的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这是强盗情境！小川，老夫无力阻拦，这是老夫的失职啊！刘老，人心贪婪，这怨不得你，就由他们去吧。川哥，这个都是咱们的血汗钱，难道就让他们这么抢走了？放心，这是山神老爷给的东西，无论他们抢走多少，都得给我一分不少的还回来。嘿，少拿山神吓唬大家伙，正所谓法不责众，山神老爷可不会只偏袒你这小畜生。大家伙都不要怕，咱们回头就用这钱买个大猪头上供给山神老爷，相信山神老爷一定不会怪罪咱们的。你个废物还愣着干啥？赶紧过去抢钱啊！戏晚了，连个铜板都捞不着了。要抢你自己去，我可不想跟着倒霉。你个没出息的孬种！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算算账。记住这铜钱的气味，给我挨家挨户去找，一个都别放过。老头子，你手怎么这么凉？大半夜的闹着。有蛇！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怎么会有这么多毒虫？天啊，这也太吓人了！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毒蛇跟蜈蚣？难道真的是山神老爷发怒了？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别去得罪二哥。现在好了，报应这不就来了？老三，你少在这说风凉话！没看到娘快没命了吗？还不赶紧把这些毒打出去！等一下，先别动手。爹，难道就让这些毒蛇跟蜈蚣留在屋里？万一咬了人咋办？你们长没长脑子？难道就没发现这些毒物似乎通晓人性？他们为而不恭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咬人，更像是在讨要什么东西。讨要东西？爹，您的意思是？老婆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这明摆着是山门老爷发怒了呀！快把白天抢来的那些铜钱都丢出去！不行，可不能丢，那都是我好不容易才抢来的钱，凭啥交出去？钱！你脑子里只有钱，命跟钱到底哪个重要？再不交出去，这些毒物今晚就得把咱全家都吞了不可！我交！别过来！求你们别过来！我交！山神老爷息怒了，我明日一早就把这些铜钱全部还回去，求山神老爷饶命啊！
山神老爷冲咱们来了！山神老爷息怒，我们明天也去还钱，1文钱都不敢留，全还回去。全还！求求你们别过来！讲钱的时候，一个个还骂我是傻子，现在倒霉了吧？该舒坦，这不用起早贪黑当牛做马的日子，真是神清气爽。川哥，你醒了没？快出来啊！一大清早的，发生啥事儿了？慌里慌张的。你出来就知道了，山神老爷真显灵了。王川兄弟，山神勿怪啊，我们都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才敢抢你的钱。昨天夜里我们家里闹翻了天，肯定是山神降罪，这都是我们抢走的钱，1文不少全还回来了。求求你让山神老爷放过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灵泉空间里的隐翅虫和金毛鼠移除了，这帮乡巴佬果然吓破了胆，还真以为是山神显灵了。二狗，去把钱数数。好嘞，川哥，这些村民的钱都对上了，一个子儿都没缺。行，既然大家知错就改，山神老爷宽宏大量，就不追究你们了。以后好好做人。是，王川小哥教训的是。小川，你看，以前都是当娘的不对，娘昨天也是一时糊涂才拿了你的钱，你可千万别记恨在心上啊！少说这些废话，钱呢？我劝你少打歪心眼算盘，但凡今天少1个子，山神老爷就让你全家吃不了兜着走。没良心的小畜生，连你老娘都逼，有你倒霉的时候。川哥，这钱数对得上。等一下，你们交的钱是不是少了？怎么可能少？昨天拿的钱全都在这里了，我们可1分钱都没敢多留啊！小川，你可不能冤枉人。我说少了，那就是少。怎么？你们要是有意见，大不了我今晚再让山神老爷去你家走一趟，好好查一查。王川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娘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那小子分明就是在故意整咱们。那你说，到底想怎么？山神老爷刚刚传音告诉我，你们心不诚，少交了200，只要把钱补齐，他老人家就不会再追究。多少？王川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我们昨天捡的钱加在一起也不到200文，怎么可能私藏这么多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捡的钱？当着山神老爷的面还敢嘴硬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山神老爷开眼啊！这钱确实是我们抢的，但真没抢这么多，全都在这里了啊！老爷饶命啊！儿子，你看这事儿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王川，这件事儿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，但你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！200文，咱家全年的收成也没这么多钱啊！你这不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？这可不是我狮子大开口，是山神老爷的交代，交还是不交，你们自己掂量。王川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你别太过分。你们现在知道做人留一线了。这些年你们全家何曾把我当我成人看过？家里所有的苦活累活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，即便分家之后，你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麻烦。我过分，王江，你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说出这话也不嫌害臊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帮你们出个主意。既然抢钱惹怒山神的不止你们一家，你们就去跟其他人商量商量，大家一起把这200文钱凑出来，不就成了？对，王川说的对，错是大家一起犯的，凭啥只要我家掏这个钱？大家伙都咬咬牙，挨家凑些出来吧。大家伙行行好吧，这可是200文钱的窟窿啊！如果不赶紧凑齐，惹怒了山神老爷，咱们全村人都得跟着遭殃啊！算我老王头求你们了。
大伙帮帮忙，凑一凑吧。我们没钱，山神老爷降罪，要找的也是你们老王家，跟我们有半个铜板的关系吗？你们这是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说的就是，要不是张老太婆嘴贱，非要去挑事儿，我们大家伙咋可能无缘无故得罪山神老爷？这都是你们王家惹出来的祸端。老王头，你还要不要张老脸了？你们老王家把大家伙坑得这么惨，我们还没上门找你们算账呢，你现在居然还有脸舔着逼脸管我们要钱？你们这帮刁民！当初抢钱分好处的时候，你们可不是这个态度。现在出了事儿，就把责任全推到我们头上。那咋了？怎么，你这孙叔仔还有意见？你他妈要是再敢废话半句，老子现在就替山神老爷好好给你长长记性。没天理了！你们这群没良心的白眼狼啊，简直是太欺负人了！我们欺负人？老太婆，你还有脸喊冤？这都是你老王家的报应！说的就是。当初你们是怎么欺负王川的？家里最苦最累的活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连口饱饭都不给吃，压根就没把人家当人看，连山神老爷都看不过去，这才降罪惩罚你们。现在人家王川在城里混得出人头地，有大出息了，你们这一家子瞎了眼的就等着后悔去吧。够了，都别吵了，这笔钱我们老王家自己掏。老头子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整整200文钱啊！爹，咱家哪来这么多的钱？你这不是要咱们全家的命吗？给我闭嘴！你们两个蠢货，看看周围，今天如果不把这事儿彻底解决，大家伙非得把咱们一家生撕了不可。老大，今年你别去参加秋考了，剩下来的赶考蟠桃，再加上我跟你娘压箱底的棺材本，先把这个窟窿填上再说。不能，这万万不可！今年要是不考，我这大半年的书可就全都白读了。呸！要不是你跟你娘非要去招惹王川，家里哪会平白无故惹出这么多破事儿？反正你考了10几年，连个秀才的毛都没摸到，也不差今年这一次。逆子，你叔叔，这钱对不对？老东西，挠来吧你！川哥，不多不少，正好200文。希望你们记住这次教训，少打我的主意。我的棺材本啊，就这么没了！老天爷，你让我这老头子可怎么活呀？爹，你醒醒，爹！李管家，这王川小兄弟可真厉害，光凭一张嘴就把这些刁民治得服服帖帖。那咱们还用过去帮忙吗？之前我还觉得王川出身卑微，不配跟老爷结为异姓兄弟，如今看来，是我眼拙了。王川此人绝非池中之物，咱们回去将此事禀告老爷吧。二狗，这160枚铜钱归你。川哥，这可使不得，我咋能拿这么多？你能给我几10文，我就知足了。二狗，做人，尤其是做男人，永远都不能自视轻贱。你既然跟着我，就该拿属于自己的钱。你若是不收，就是不把我当大哥看。川哥，啥都不说了，这钱我先帮你收着，日后如果你需要，随时管我要。二狗，咱有了钱可不能学坏，要好好孝敬你娘。我啥都听川哥的。娘，您慢点，您没事吧？娘没事儿，只是想不到我这一大把岁数了，临到老了，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老天爷不长眼啊！我不要吃这些东西，拉嗓子。
我要吃香喷喷的白面馍馍。倒3减4的讨债鬼，不吃就给老子滚下去，饿死你个小兔崽子！爹，您这是干啥呀？爹，就算您心里有气，也不能对个不懂事的孩子撒呀，这可是您的亲孙子。要怪就咱们这把老骨头不顶用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只能跟着咱们在这破屋里遭罪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二哥现在可是村里首富，日子过得不知道多舒坦着呢。你是不是皮痒了？别多管闲事，孝敬是你的饭。娘，其实三弟妹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。正所谓血浓于水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一家人哪有解不开的死结？咱们要不拉下脸去跟老二低头认个错，让他回来吧。放屁！凭啥向那个小畜生认错？咱家日子变成今天这样，还不全都是因为他个丧门星刻的？让我低头，门都没有。娘，您先别急啊，您仔细想想，只要老二能回来，他现在的那些钱不就全都是咱老王家的了吗？就当是为了他手里那花不完的金山银山，咱们暂且低个头，这有啥大不了的？等把钱拿到手，这家里还是您说了算。那小兔崽子现在精明的很，油盐不进的，你们有啥好办法能拿捏他？娘，您忘了，老二之前不是一直惦记着成家吗？看到村里水灵的姑娘都走不动道。自古以来，父母之言，媒妁之命，只要您二老做主，强行给他定门亲事。这孝道和规矩压着他，还怕他不回来，乖乖认门。成，就按大媳妇说的做。老婆子，你现在就去张罗。闲来无事做，空虚又一天。咬啊，快咬啊！那是不能。别飘过来，老子的大鱼！是谁这么没公德心？我特么！老天爷开眼，丢了条大鱼，又冒出来个美人鱼。我在上游洗衣，不知公子在这里钓鱼，扰了公子雅兴，还望公子勿怪。这是哪家的闺女？长得也太漂亮了，就算是钱老哥的那些夫人都比不上。本以为公子是个正经人，没想到是个脏兔子。哎，美女，先别急着走啊！刚刚那个石山美女就是在这附近消失的，难道前面那个房子就是她家？老婆婆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您可知道这附近都有谁家有尚未出阁的姑娘？小伙子，我看你这打扮也不像是咱们本村人，跑这偏僻地方是来求亲的？算是吧。那你可算是来晚喽！我们村最后一个适龄的姑娘前几天刚刚出嫁，这10里8乡的已经没有适合你的姑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方才那个宛如天仙般的姑娘已经嫁为人妇了吗？婆婆，那屋里的姑娘是？那是李寡妇，她可是个苦命人啊。寡妇？这么好看的姑娘，竟然是个寡妇？是啊，她家里重男轻女，为了贪图那点彩礼钱，硬是逼着她嫁给了老孙家。可老孙家的儿子偏偏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酒鬼。那酒鬼在婚礼上喝得酩酊大醉，连洞房都没进，失足掉进河里，活活淹死了。竟有这等事！从那之后啊，村里人都管他叫丧门星，说他是生来的克夫命，谁沾染谁倒霉。小伙子，我看你一表人才，大好前途，千万别被这女人给耽误了啊！趁早离她远点。谢谢婆婆提醒，我知道了。长得好看又有什么用？哪家的男人敢娶这么个丧门星？丧门星，全都是无稽之谈。这么好的女人，如果守一辈子活寡，也不可惜。我的头怎么这么远？这身材真绝了！哎，咋还摇上了？
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好家伙，谁顶得住啊？咱可是正经人，绝对不能乘人之危。好烫，应该是刚才着了凉，发高烧了。在这缺医少药的古代，发热可是会要命的。美女，情况特殊，事急从权，你可别怪我。手感果然是这个级别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在院子里晕倒？醒了。你怎么会在我家？你要干什么？别怕，我刚才刚好路过你家院外，发现你受了风寒晕倒在地上，总不能坐视不理吧？药我已经熬好了，不烫了，你趁热赶紧喝了吧。好神奇，公子的药竟有如此神效，我感觉身体轻快多了，病好像全都好了。好了就行，既然没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多少留一下呀！好歹也救了你一命，按照套路不该以身相许吗？公子且慢。还有诗。公子救命之恩，小女子不知该如何报答，不如公子先把衣服脱了吧。脱衣服？公子，你先把衣服脱了吧。这就直接脱衣服了？那儿的寡妇都这么奔放的吗？公子误会了，我会一点女经手艺，方才在河边见公子身上的衣服破了，就想帮公子补一下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魅力爆发了呢，真是白激动。长得漂亮又贤惠，有夫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公子，我好了。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瞒姑娘，方才河边偶遇，我对你便一见钟情。若姑娘愿意，我对天发誓，此生绝不辜负姑娘。如若违背，就天打！公子不要说了，像我这种守活寡的丧门生，只会给人带来霉运，怎能配得上公子的一片痴情？哪有什么配不配得上？只要姑娘愿意，我便明媒正娶，迎你回家。可是我夫家的势力不小，在安阳县经商多年，人脉极广，如果被他们知道我改嫁，定会找公子的麻烦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把你怎么样。请林师去。老嫂子，老小弟在家吗？
原来是张妹子，找我啥事儿？老姐姐，我家老二岁数也不小了，今天过来就是想请您出面为他寻一门亲事。你家老二，王川？我可是听说他在你们家里连个牛马都不如。你们今天是要搞哪一出？咋还突然良心发现了？哎呦，老姐姐这是说的啥话？当爹娘的咋可能不疼孩子？之前那都是村里的谣传，当不得真。行，那你说说，想给你家老二找个啥样的媳妇儿？儿媳妇，你来说。婶子，我们倒也没啥要求，只是家里有些困难，这礼金要的越少越好。你们娘俩狐狸尾巴可算是露出来了！这十里八村谁有老婆子我消息灵通。本以为你们这次真是回心转意，没想到还在算计老二。老嫂子，你这是说的啥话？我们这不也是了老二好吗？你怎么说骂人就骂人呢？骂人？骂你们都算是轻的。凭老二的能耐，现在什么女人找不到，还用得着你们跟着瞎掺和？赶紧给我滚蛋！我的老母亲！娘，这媒婆的嘴巴咋比你还厉害啊？少说废话！这老妖婆不愿做媒，咱们就自己去找。儿媳妇儿，你这都是从哪儿找来的货色？是不是太差了些？看着都让人倒胃口。娘，咱家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哪里拿得出什么礼金？能找来这些就不错了。老二现在虽然分出去了，但他的婚事还得您做主，就随便给老二选一个吧，只要能把他拿捏住，管他长啥样呢。也行吧，那个贱种配这种村妇，倒也算是绝配。姑娘们，我老王家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，但也算得上是老实本分的好人家。想进这个家门，最起码得晓得礼数。你们应该懂我什么意思吧？哎呦，婶子，我这手劲儿大，我给您捶肩。婶子，您这腿脚受累了，我给您好好润。婶子，您快喝口茶润润嗓子，以后我伺候您。哼，王川你个白眼狼，就算你跳出王家，老娘照样给你塞个丑八怪，恶心死你！哎呦喂，张婶子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你家老二要娶亲了，排场可大了，还不赶紧过去看看？啥玩意儿？娶亲？娶亲？这不可能！他1分钱没有，那什么娶亲？死老婆子，你儿子都娶亲了，你还到我们家来干嘛？好不要脸！竟然敢耍我们！姐妹们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！是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快扶我回去！我倒要看看那个小畜生到底要娶哪家的姑娘。夫人，今日这姻宴办的简单，会不会觉得有些寒酸？能跟夫君在一起，就算风餐露宿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，相信夫君一定能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不愧是川哥，找的嫂子这模样，比花满楼的姑娘们漂亮几百倍。你这没长嘴的憨憨，那种风尘女子咋能跟你嫂子相提并论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哎呦，我知错了娘，我这不是替川哥高兴吗？哎，这不是隔壁村的李寡妇吗？王川这是中了什么邪？咋娶了个丧门星？你快小点声，懂个啥？人家王川可是受山门老爷庇护的，再硬的命格也能镇得住。小川，
恭喜贺喜呀！这是老夫的一点礼金，你且收好。多谢村正，您能来就是我最大的福分，快快入座。感谢大家今日来给我王川捧场，家里略备了一些薄酒淡菜，大家千万不要嫌弃，放开了吃好喝好。呸！王川这个小畜生，翅膀真是硬了，娶什么女人不好，偏偏娶个克夫的丧门星。娘，老二现在连媳妇儿都自己娶了，日子过得这么滋润，咱们以后还咋把他哄回家干活啊？哼，走着瞧吧。这李寡妇的前夫家可不是好惹的，厉害着呢。要是让他们知道这小贱人敢偷偷改嫁，王川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好你个丧门星！我儿子才刚死3年，你就耐不住骚劲儿，跑出来勾引男人改嫁，到底是谁给你的狗胆？这不是李寡妇的前夫家吗？他们怎么找来了？家是怕是要出事啊！孙家县城里的好身份，咱们惹不起呀！夫君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看这逆子怎么收场！惹上了孙家，王川这次真的。两位贵人息怒，老夫乃是本村村正，可否容老夫妄言几句？但说无妨。正所谓宁毁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令郎已经离世多年，你们又将这姑娘丢在山里，不闻不问，何不退让一步，成全这份姻缘？放肆！他李氏克死了我儿子，就该守一辈子活寡，就算死也得是我孙家的孤魂鬼鬼。东西再敢多嘴，老子就打断你的骨头！你们凭什么打人？信不信我们现在就报官？报官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孙家在安和县是何等地位？就算县令老爷知道此事，也断然不会包庇你们这些底层贫农。这小子敢给我儿戴绿帽子，他便打断他的四肢，让他后半辈子沦为废人。是。父亲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乃钱家令牌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这是钱家的令牌。夫人，钱家非同小可，咱们可得罪不起。万一这小子真有背景，咱们孙家今天怕要吃不了兜着走。老爷，你糊涂了！钱家主是何等高高在上的人物，怎么可能把牌交给这么个卑贱小人？依我看，他这令牌一定是找人仿造的假货，就是想吓唬咱们。夫人说的没错，就凭他一个乡下泥腿子，也配认识钱家主？小子，在老子面前也想用这点伎俩蒙混过关，做梦！给我动手，往死里打！钱家，他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钱家主，久仰久仰，我是您手底下的药商孙大年啊，您还记得小人吗？哈哈哈，王川兄弟，自打收到你的婚礼请柬，大哥便第一时间赶来，奈何路途颠簸，还是耽误了些时辰。兄弟可别怪大哥啊！大哥能亲自过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岂敢见怪。大哥快快入座。不急，大哥先帮你把这些不开眼的东西解决了，免得扰了兄弟大婚的雅兴。家主放心，这些人得罪了王川老爷，今日之后他们会从安阳县城人间蒸发。钱家主，王爷爷饶命啊！我不知道您是钱家主的。
我的天老爷，钱老爷竟然是王川的靠山！王川这下可是真飞黄腾达了，咱们村飞出真龙了呀！我这天杀的，当初为啥要偏心？为啥要欺负老二啊？我亲手把金山给推了呀！兄弟，今日大哥亲自为你证婚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多谢大哥。